家好，我是黄志全。大家好，我是江一琪。大家好，我是石鼓的郭志宇。我是石鼓集乐团。今天很高兴来一起参与这次的访问。有煎饺茶叶蛋，还有一杯红茶。然后像我这边是因为台湾快要端午节，吃粽，因为天气很热，所以我今天吃沙拉配茶叶蛋。这个茶叶蛋是我们石鼓的代表作，叫做幸福古早蛋。因为这个鸡蛋是使用那个飞龙式的鸡蛋，然后包括我们自己员工也很喜欢吃，所以欢迎大家来石鼓吃古早蛋，幸福古早蛋。石鼓就是以创新的方式来演绎台湾的，包括大自然的风景，然后人文，然后还有原住民的文化。老师也会看到说，很多台湾的团队好像都有一点点相近，但是有一点不相近。我觉得这跟台湾文化本身发展的背景有点类似，因为多元的融合其实就是台湾一直以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背景。那石鼓选择以鼓乐，这个算是常民生活当中常听到的一个声响，因为在台湾其实不管是生老病死啊，其实都会听到这个鼓声。当鼓声加入了一个故事文化的元素在里面的时候，让这些的声响变得有生命力的呈现的时候，来演绎台湾的一个故事，是石鼓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特色，跟我们的一个擅长的方向。其实应该是说鼓乐的发展啊，其实太鼓它还是源自于中华地区，但是太鼓它所锁定的方向会比较单一，比较单纯，所以它在推广上面的力道跟它所营造出来的一个音乐的形象类别也会比较明显、比较明确。台湾鼓团的发展的部分就会融入了很多风格跟元素，像是在台湾也有很道地的一个日本风格的一个鼓团。台湾的鼓团表演的部分，像是9天，它就很能够代表正统的艺术在里面。朱宗庆就是台湾第一个融合西洋打击乐为主题的一个团体，在台湾它各个打击乐都是我们发展的特色。石鼓所呈现出来的鼓乐风格是说着台湾的故事，表演再好的日本太鼓，或是说不同风格可能韩国鼓，但是你所代表的文化意涵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共同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天地多音鼓，因为天地多音鼓它就是以台湾原住民的一个旧的造型作为一个设计，它做可以调音式的方式，让我们的乐器演奏鼓的声响可以更多元的一个设计融合在里面。正头类的跳鼓，它是背在身上，结合舞蹈，是台湾才独有的。义正的鼓声其实它原始的设计是很单纯、很单调的，要靠艺术家去融入他自己的一个生活经验啊，或是一个乐器的学习的一个经验，不同风格的结合，到小鬼湖的位置去跟当地的一些长老、老师们做这个故事以及一个文化的产生。其实多方的吸收，让我们在创作的题材跟元素上面也会更多样，对我们的想法跟变化所结合出来的一个新的元素，其实都有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鼓励跟回馈。到当地去做展演，不同的演绎方式，让他们去重新感受那样子的氛围。那现场的民众就会觉得说，哎，你们怎么会唱这个歌？他们就会有所共鸣。鼓声它其实就是一个很能够直接疗愈，而且冲击到内心的一个感受的一个乐器，因为它的声音的低频，其实它就是让人可以很直接感受到这个乐器的力量。笼罩在一个很大的压力之下，其实人是封闭的，就像一个闷烧锅一样。那透过鼓的这个乐器，当你把你的力量挤出，其实它就是一个宣泄的窗口。那鼓的这个乐器，其实它有一个舒压的功能，不管你是去击它还是去听它，其实对人的感受上面来说是很直接的。一边呐喊一边打鼓，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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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压。08年第一次去文化节，就是跟阿密斯一起去做表演。阿密斯就是拿他们的主鼓，然后我们拿我们的传统鼓，就去进行交流。现场看到的民众很多都是当地的一些住民。当全场跟着我们一起沸腾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文化的凝聚力是很可观的、良好的互动，不见得说一定要走在流行的尖端，它就是一种氛围。我们其实还蛮 enjoy 这种氛围里面。带小朋友去那个康布拉，小朋友第一次演出的时候遇到下雪，因为我们有一首曲
曲子，小糖鼓是要坐在地上打，然后可能有观众看到小朋友的屁股一直在那边扭来扭去，然后那个观众就帮小朋友编了一个小毯子哦，放在屁股的，然后隔天就拿来给我们，就是那个人情味啊，在当天我们小朋友也下方说，哎呦，你们知道我们很冷。加拿大跟台南比较像，不太像是都市里面的城市，大家的生活步调比较慢，然后周遭可能路边有树就停下来看一下。其实加拿大跟台湾一样，都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地方，很乐于助人，而且很有礼貌的一个地方。加拿大生活的那个时候啊，搭公车，几乎每个人下车的时候都会跟司机说谢谢，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这样。梦见我在热气球上面演出，就会觉得说在上面打是给谁看啊？当你看四周的环境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说这样子的环境你可以带出什么样子的演出？梦到早上来不及起床，然后已经要开始演了，然后到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开场了。带小朋友到加拿大看布兰演的那一次，其实发生了我们的骨架少带了一个部位，但是好险是他还可以组得起来。但是当下呢，我就希望这是一场梦。我把它翻了之后，发现啊，这不是梦，这是现实，没有带。以我来说，我从16岁加入乐团，谢老师不会做单纯一件事情，就像一开始他做表演，后来做园区，所以老师很喜欢做多样。那我觉得跟我的性格上面也很符合，因为我从小就立志我不要做一样的工作，所以我在石鼓可能之前是表演人员，但是我最近在前几年是做活动策划，然后在最近这几年就推到幕后做全职的行政，包括行程的安排啊，然后人员的规划这一些，就是一直都在变，感觉一直在换工作，但是都在同一家公司。老师做的事情可能不会赚很多钱，但是它是很有无形资产的产生的。学建筑的，他就在我们里面盖场馆，然后可能有策展，然后或是学拍摄的，他也有帮我们拍摄，就是 DVD 影片、MV， 导演进来这样子帮我们剪辑。所以你会觉得说，我们有很多的团员，他即使出去了，可是他们都会很习惯回娘家这件事情。他是佛系老师，真的，老师都用爱来感化别人，他的包容度太高了。爱与包容。我们只是一个表演者，老师，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做？你为什么盖了一个这么大的文创园区？他想要保留这样子的文化，以我们石鼓文创园区进驻在糖厂里面，搞不好很多人小朋友都没有看过甘蔗长怎么样。我们保留了这些机构，然后让导览人员借由就是口语化的方式去引导整个环境，让他们知道说，原来这个架构以前它是在干什么的。我们也是因为进驻到里面，我们才会知道说，原来为什么台南人这么喜欢在食物里面加糖。台糖说他要把什么东西拆的时候，谢老师就会去租下来，所以就只好变成一个很大的园区，就一步这样子变成一个很大的园区。然后老师可能承租，像是之前台糖说要拆烟囱，老师就去把烟囱租下来。然后后来发现，在烟囱里面的那个环境啊，不是一般人可以进到烟囱里面的，所以他在里面设计了一个环保放天灯。觉得老师是一个很正向的人，老师遇到挫折的时候，或是逆境的情况的时候，老师都会很乐观的去面对它好转。老师相信它会变好，他通常都会按照老师预期的时间就变好了。因为我觉得传创就是要有传承跟创新，才可以做一个承接的一个力量，才可以一代接一代这样子延续下去。只保留了它的核心的精神，但是以我们的手法下去做重新的演绎。我觉得最想要做的事情是把石鼓的所谓的文创做一个更深度的整合，一直都是自己的。所以有一些想法，其实我们并没有办法一步去完成。我们能够达到我们的一个目标，能够真的去完整100%去呈现我们的一个心目中的理想。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我也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石鼓集乐团，我是志全，我是易晴，我是芝婷。 I'm different, just like you.